好，我们今天来聊一个你家里可能就有的东西——综合维他命。你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好聊的？过去几十年，它几乎被科学界当成一种安慰剂。但就是现在，一个超级重要的研究完全颠覆了这个看法。它揭示了综合维他命竟然有潜力可以逆转我们大脑和基因的衰老。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你还记得吗？大概在10年前，超级权威的内科医学年鉴直接下了一个这样的标题，说够了，别再浪费钱买维他命了。那时候的主流看法就是这么直接，这么硬，觉得吃这些补充品根本就只是在制造很贵的尿液而已。但是你看现在，哇，整个风向完全变了。我们从左边这个被大家嘲笑的昂贵尿液，直接跳到右边这个惊人的新科学发现，大脑年轻了3.1岁，这也太戏剧化了吧？所以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科学是怎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的？没错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最核心的问题：到底是什么改变了？为什么过去被大家看不起的综合维他命，现在突然变成了抗衰老研究界的新宠儿？答案其实就藏在一个我们平常不太会注意到的问题里，也就是隐藏的营养缺口。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就算你觉得自己吃的超健康，但身体实际上可能还是在加速老化。这个问题的核心概念叫做亚磷缺乏症。这听起来有点专业，但简单来说就是你身体里的营养素还没有低到会让你生病去看医生，但也已经不够让你的身体维持在最佳状态了。你可能完全没感觉，但你的身体内部正在默默付出代价。那这个代价是什么呢？你看，随着年纪变大，我们身体吸收 B12、维生素 D 这些关键营养素的能力其实是会下降的。那接下来呢，就会导致慢性的低度的发炎，还有细胞的氧化压力。这整个过程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，在你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加速你大脑和整个身体的老化。这个背后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生物学机制，叫做分流理论。它解释了当我们身体资源不够的时候，它是怎么做出困难的选择的。到底是要先顾好今天，还是要为了明天活得更好？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想一下，你就想象你的身体是一家公司，突然之间资源不够了，那它就必须要大砍预算，把钱花在刀口上。这就是身体的取舍。当营养素不够的时候，身体会把所有资源优先投入到维持心跳、呼吸这些生存蛋白上，因为这攸关生死嘛。那被牺牲、被砍掉预算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些负责长期健康的长寿蛋白，像是 DNA 修复、细胞保护这些。也就是说，为了让你活过今天，你的身体可能牺牲了你10年后的健康。好，既然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，那解决方案是什么？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那份改变了一切的里程碑式的研究 ——Cosmos 临床试验。这个研究的规模真的非常惊人，总共有超过21000人参与。这么大的样本数啊，让他的研究结果可信度变得非常非常高。然后研究结果出来，真的吓到大家。你看这张图表，跟吃安慰剂的那一组比起来，每天吃综合维他命的这一组，他们认知功能下降的速度竟然减缓了整整60%，60%耶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差异。所以减缓60%是什么概念？研究人员换算了一下，这就相当于让你的大脑在功能上实质年轻了3.1岁。这不是什么科幻小说的情节哦，这是严谨的临床数据。如果你觉得大脑逆龄已经很厉害了，那基因层面的发现可以说是更夸张。在连续补充2年之后，这些参与者的生物学年龄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表观遗传时钟，竟然被逆转了将近4个月。这简直就像是维他命在帮你的基因时钟往回校准一样。好了，了解了为什么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怎么做，就是一份教你怎么聪明选择，还有正确使用综合维他命的行动指南。其实选择的原则很简单，就有3点。
第一，基本的就好，研究用的就只是一款市面上很常见的标准品牌，不用去追什么昂贵的特殊配方。第二，根据你的年龄来选，例如挑选专为50岁以上设计的。第三，找找看有没有像 USP 这样的第三方认证来确保品质。那使用上呢，也有2个关键步骤。第一，记得要随餐服用，因为很多维生素是脂溶性的，需要跟着食物里的脂肪一起才能好好吸收。第二，这点非常重要，如果你有在吃其他的药，特别是像抗凝血剂这一类的，一定要先跟你的医生确认，避免产生不好的交互作用。好，接下来这一点，我觉得是心态上最重要的一点。这是一场关于复利的长期游戏，它不是什么速效药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效益的时间线。在研究里面，大脑功能的改善是在1年后才被测量到的，基因层次的逆转需要2年，而之后呢，这些认知上的好处会持续的维持下去。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效果是慢慢累积出来的。作家丹·柯伊讲的这句话，我觉得说得太好了。一致性会产生复利效应。每天吃1颗维他命，这个动作本身好像很微不足道，但如果你连续5年都这样做，那你就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健康进行一笔非常划算的投资。所以这整件事最关键的转变是什么？是科学家们看待这件事的目标已经不一样了。在2013年的时候，大家想的只是怎么预防像坏血病这种急性的疾病，但今天我们的目标是最佳化健康寿命。也就是不只让你活得久，还要让你活得好，活得健康。总结来说，每天吃1颗综合维他命，早就不是为了预防那些古老的缺乏症了，它是一个对你未来的大脑功能，还有细胞健康的一项长期投资，而且很可能是 CP 值最高的健康策略之一。最后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来思考一下：今天你能开始采取哪一个微小但可以持之以恒的行动，来为未来的自己打造一个更健康的身体呢？谢谢你的收看。